嘿，大家好，我是桌游怪，我是小鹿。今天呢是一期桌游试玩，我们一起来玩一下 Sea Dragons， 中文名字叫做护海游龙，是一期很久没有录过的试玩节目了，是桌游怪挑战小鹿的试玩节目啊。那这期节目的话，这份游戏也是我们自己的这一份 copy， 对吧？也不是出版社赞助我们的，然后也没有任何的广告营销成分。对，这个游戏为什么要录视频呢？是因为把它给卖掉了。啊，这游戏目前为止，加上今天我马上就玩的，这是桌游怪玩的第4把，是小鹿玩的第3把，也不能说它好玩不好玩，我觉得其实还挺有意思的，挺有特点的，可以一试。对，但是呢，现在也可以卖掉，卖掉也并不会太伤心，好吧？然后这个游戏的话呢，我们试完节目规矩还是一上来先给大家稍微简要介绍一下游戏的一个大致玩法，然后随着我们游戏的进行，大家可以慢慢熟悉游戏的一个规则。然后当时这个游戏我决定现在要出视频，主要是因为它的游戏的设计师其中有一位比较有名，是谁？然后也是今年的新游戏，就是这个 Simon Luciani 啊，是一个一般重德大霸凌设计师对对对，然后他带着2位新人设计师一起设计了这样的一个板块放置加上区控，并且桌面呈现非常好看的这样的一个小游戏。那我理解了，是大霸的设计师，他就是会有一些让别人很难受的一些卡位。今天看一下桌馆的小鹿谁会获胜，大家可以在弹幕上稍微预测一下。好，大家现在看到桌面上呢，其实已经 setup 完成了。这个版图呢是由4片分开的这个方形版图组成，然后我们用中间这个锚点给它连接起来。然后每个版图它都是正反两面的，所以每一局游戏它这个 setup 随机性是存在的。2的4次方。是的，然后的话呢，具体是不是这么算的呀？它有一个相对的一些位置，算不太清楚了。那就更多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正是。然后的话呢，地图上还有一些这个海盗船，我们是要盖住地图上所有这个海盗旗的这个标志。海盗船呢，一共有4种颜色，玩家游戏当中呢可以收集它们。收集它们的目的呢，是要去完成我们地图左边这个 setup 好的这个订单，好吧？比方说，我先提交2个紫色，1个红色，1个绿色，就可以拿走这张牌，然后获得16分。然后这张牌上面除了分数之外的话呢，游戏结束的时候，谁的订单完成的最多，还可以得到额外的5分。然后有的这个订单卡下面还有一个珊瑚符号，所以玩家就可以一并获得这边的珊瑚牌。珊瑚牌熟悉沙丘的玩家可能会很开心，因为它相当于是沙丘里面的密牌。是的，这里面呢有4种类型最简单的就是这个获得4块钱，钱的话游戏结束就是分数当然游戏过程当中呢，钱还有别的用途，好吧？然后这个东西呢就是最搞的，就是它是这个相当于是引龙，我们一会儿会在棋盘上面打这些龙头嘛。对吧？这相当于是明龙，那这相当于引龙。它为什么是一个区控游戏呢？就涉及到这里，我们这4个版图呢，每个区域都有一个自己的一个符号。比方说，我现在这一个碗冒烟的这个符号这其实是一个水母，它其实倒过来是个水母，看起来像面条一样它这个水母这个区域谁的龙最多就是明龙加上引龙的数量谁最多，游戏结束的时候呢，就可以获得漩涡数量乘以3那么多的分数，其实非常之多。那第2名的话，可以获得1半那么多的一个分数。好吧，所以这个密牌里面有很多是这样的引龙每个地区有2条大概是，然后还可以获得这样的2个船组成的一个组合，玩家可以拿这张牌去完成订单然后最捞的是这边的这种4个船，就是它是一个万能的船，但是当一艘去使用，也不能算捞吧，比较灵活比较捞，还比较捞。对对对，我觉得4块钱还是引龙最香，因为别人不知道你抓起来，相当于是沙丘里面的蓝牌然后这个游戏它是一个板块放置加区域控制，它板块放置的元素呢就体现在我们版图右侧的这些卡牌上面了。这些卡牌呢有3种类型，分别是5个格子、4个格子跟3个格子。游戏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每个玩家都会分发到2张4个格子大小的牌游戏的流程呢也非常简单，每次轮到你的时候呢，你就从手里面出一张牌，然后把这张牌打出来之后呢，就按它这个牌上面的这个形状去码你的龙头跟对应的这个身段，好吧？然后我们每个玩家呢，在2人局里面是获得14个龙头，所以每个人有14个回合。比方说举个例子那这4个形状，我就开局的时候就比方说就可以这个样子摆因为这样个样子摆的话呢，我就可以获得2艘海盗船，对吧？这个紫色跟绿色头怎么放其实都无所谓，它这个龙可能是卷曲的，这个在水面上的，好吧？然后呢，我打完之后，收集完所有的东西之后呢，这张牌就丢掉，然后我可以从市场当中补牌。补牌的唯一要求呢，就是不能补同样颜色的，所以我这张牌打完了之后，我可以补的是绿色或者红色比方说我来一个这个大直来一个这个直来直去的游龙，好吧？一般前期都补这种长龙。然后刚才我们这个板块放置的这个规则讲了也没有讲其实它的这个要求是这个样子的，玩家永远可以从中心岛屿的这个相邻的板块出发，比方说刚才桌游怪就是从这里，相当于是连接这个岛屿，所以可以这样出发。然后之后的话呢，玩家可以沿着其他玩家的这个龙，不管是头还是身体，从它的这个一端出发，比方说小鹿接下来一回合，它可以从这几个格子出发都可以，垂直相连的。是的。
那这个游戏唯一的一个摆放限制呢，就是你不能贴着自己的龙去摆。这个呢也是游戏的一个特点，就是跟很多的板块放置游戏会有稍微一点思考点不太一样的感觉。就是自己的2条龙搁在一起，它会打架。是的，是像比如说这种情况就是不可以的。对，这样也会分不清楚自己的2条龙到底是怎么打的，有的时候。对，所以它这个是不可以的。好吧，然后我们盖住了海盗船就拿海盗船，盖住了金子就拿金子。然后地图上这个漩涡，如果玩家要跨过它们的话呢，需要为其支付2块钱的币。然后玩家如果想要跨过中央的这个激流的话呢，也是可以的，同样为其支付2块钱。那玩家为什么想要跨过中央这条河流呢？是因为在游戏结束的时候，我们不是有一个区控的一个算大分的这么一个环节吗？如果你的龙的话，同时跨2个区的话，它相当于出现在2个地区，就2边你都有机会去参与积分。然后地图上还有这个珊瑚，如果盖住的话，可以同样的去抽这个珊瑚卡，然后盖住这里的话是抓2留1。好，现在游戏呢可以正式开始了。然后我们刚才 set up 的时候，每个人忘记拿了4块钱，对吧？不然的话，一上来这个漩涡没法跨。然后为了我们这个视频当中看得更清楚，我们把这个龙躺倒，让它变成卧龙。你是卧龙，是的，你也是凤雏。我打这张，准备打到这边。因为这样就是自己单独发展，可以拿2个小船呢。他们这个2人局呢，跟多人局确实不太一样。2人局像下棋一样，好吧？咱俩谁赢了谁就是凤雏。用了一张蓝色的，就拿一张绿色的。我想盲抽一下。对，完整的游戏流程，第2步应该是完成订单。那开局的时候，我们这个船应该是不够数完成的。然后第3步就是补牌，好吧？然后你补了一张绿牌，然后你可以盲抽。然后现在要到捉妖怪的回合了。好，我第2动呢打出这个方龙我觉得这个方龙这个形状在所有的这个牌的形状里面算是最捞的一个，因为它用掉非常不灵活，非常卡手。对，因为大部分曲里拐弯的都可以去拿到更多的船嘛。方龙我这一动只能拿1个船，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一个是把我这个牌给腾出去，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把红色的船非常关键红色的船都比较偏远，所以先拿到它的话呢，一会儿就有利于我去完成这个高价值的订单，好吧，也是有说法的。然后咱们就是说补充一张卡，咱们就是说呢补充一个曲力拐弯，对不对？又出来一个曲力拐弯，那个形状也很好。那我先打这个吧，我去这边。拿2个绿。那我现在不就是非常接近这个珊瑚了吗？你去吧。我决定打这个曲力拐弯。然后呢，我打在这里。就是为了拿珊瑚。不只是珊瑚啊。还可以拿一个小船。是的，不光是拿小船哦。然后我还盖住了漩涡。这里会发生这么几件事情。首先，我是连接着小鹿的绿色芹菜龙出发的，所以它可以拿1块钱，好吧？然后呢，我盖住了漩涡，所以我要交2块钱。我现在这里还盖住了这一个珊瑚，所以我可以抓2留1，好吧？小鹿，你先闭上眼，我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我拿到了什么牌。原来是这张牌。我肯定选择保留这个，好吧？我不要的这一个呢，我就给它扣下，搁在这个牌堆最下面。那张牌呢，我可以随时的去给它翻过来去使用然后我现在这一步现在可以完成订单了。大家看我面前集齐了这个彩虹4色船，咱们就是说什么呢？可以直接去完成这个订单，好吧？但是你猜怎么着？咱们直接就出这张牌，紫色红色直接就替代这个紫色红色，然后再提交一个绿色跟蓝色，对吧？咱们就形成了一个订单的完成。喜提17分，这是最高效率的4船换17分。然后翻出张新牌，好吧？然后刚才说过了，就是每一次完成订单最多只能完成1个。然后这个张新牌刚好是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它下方有这个珊瑚。如果你完成这个订单的话呢，你不仅可以得6分，同时还可以抓2摸1这个珊瑚牌。好，这张牌打完了，我准备来一个不一样的思路，抓一个3级牌。好吧？我觉得这个2人局的新理解，拿一个3级牌。因为多人局里面，你即使这玩意儿龙深入了，对吧？它这些更深层的这个好处，它是分摊给3个玩家、4个玩家的，所以其实没有那么伤。但2人局的话，我这样盲目的这个进入了之后呢，就是好东西都会被他一个人拿走，这个我就有点承担不起。那还是打这个吧，往中间放，这一张。对。然后呢，我的龙就到这里来。咱们喜提1块钱。是的。然后拿走这2只船。好，把这一个交了，可以换一张绿色，又选择盲抽1张。
完了，你可以完成这个了。我要提交订单。你肯定完成这个对吗？对，我要拿珊瑚牌。这样的话，那个珊瑚牌我也是抓二留一的。来吧，抓二留一吧。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嗨嗨，居然是这样子的，那我就只能保留这一张了。这个大分，红色、蓝色我还差。这把确实红色船是超级关键的颜色。咱们就来一个直来直去吧，咱也不考虑那么多了。我觉得这个订单还是很关键啊。来一个直来直去，从他这个咸菜龙身旁经过，这个样子可以吗？我觉得这个将来就是你的了，但是没关系，没问题吧？这个数量，完成这个又14分，我现在31分了，然后再补一个新的，然后我抓2留1，你先闭眼，嘿，好嘛，咱们直接就是来一个这个，好吧？这个我想打出的时候呢，就可以打出，好吧？这个打完了，补张新牌看一下。好，拿一个这个 L 型吧。可以吗？可以。哦，我觉得这个游戏应该默认是盲抽。为什么？默认盲抽就是让你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对吧？你永远不知道我能干什么。我知道小鹿选手现在在想什么事情。他在攒钱准备一波跨海游龙。是不是啊？你是不是在想啊？去绿拐弯龙来了。我去这里。完了呀！你怎么走的呀？你要交2块钱，拿一珊瑚，抓2留1。你手好臭啊！这里稍微说一下啊，假设我现在摆了这么一个龙，就占这几个格子，相当于贴近了2条丽龙的话，我就可以拿2块钱。他就可以拿2块钱。我就打这个 L 龙，然后呢花2块钱，把龙头直接扎到这个漩涡里面去。这里呢不仅可以提2艘船，同时呢还卡住了这个人从这边一条游龙直接跨海的这么一个卡位，对吧？体现了我们视频前面说的卡位。到我了。那我就打这个。哟，你想好了？我走这条是一样的，还是可以跨海游龙啊？你还是给他跨过去了，你看看这个人。哟，这张卡直接交了，你不藏一手啊？太烂了，不想藏。没有，这盘你可以藏一手，就是说我觉得你没钱，所以你去不了那个特定的位置的话。然后接着是我想要去完成订单，我就完成加这个，加上一个绿的，加一个红的。这是哪个？16分的吗？你怎么藏了手这个2艘船呀？我就这么点。你的船之前都没交是吧？对呀。你是留着还是说你之前完成订单忘交船了？交了。是吗？就剩这么多是吗？就是这么多，你都交了这么多了呀。这个曲率拐弯是我之前已经早计划好的，好吧？把龙头直接扎到珊瑚眼里。我之前那个剪辑的时候，经常发现小鹿试玩当中耍赖。什么时候啊？之前我们每次那个试玩节目里面。什么时候啊？你不是主动耍赖，就是事后发现你哪儿那个没交那个什么的。那我还经常发现你耍赖呢。你最直接的就是小传说直接动3动，还说呢。小传说动3动可还行。我觉得这把我们2个人打得很激烈，我只能说，用力的思考。打这个来了吗？说来就来，又跨海游龙了。不会吧？完了呀！它的一个尾巴进来了。然后我要你拿1块钱，我交2块钱。不妙，这波很难受。我交2块，然后你拿1块。嘿，大家好，这里是后奇怪。大家刚才前面看到这个试玩当中，小鹿2条跨海游龙，它不仅跨了海，而且还各搜集了2艘海盗船，这个优势巨大。然后他抓到了这个密牌，给他这个4块钱的金币呢，让他想去哪就可以去哪。然后捉怪的后面也是因为这个金钱很卡，看到了机会呢，也是不是能很自如的操作，好吧？那好消息是呢，因为这个后期负责人呢是我，所以我可以剪辑剪到吐的时候立刻停下这期剪辑，所以我们就直接稍微快进一下到这个后面的计分阶段，好吧？然后这里呢稍微补充一下我们视频当中略过的2条细节规则，一个呢就是玩家其实可以选择在你的回合直接跳过，然后就是什么都不
不摆，但是呢，你还是要把一个龙头去掉，就表示你这个轮数少一轮。然后这个操作的话，我思考了一下，我觉得在2人局当中其实是有实际意义的，因为就是你可能是帮别人去搭这个桥嘛，然后如果你自己不摆的话，别人可能也能少得不少分数。就比方说我一动得2分，那别人一动可以得5分的话，那这一动显然就是不太值得的。然后另外一个细节规则呢，就是玩家在交订单的时候呢，你可以拿2艘相同颜色的船去抵作1艘任意颜色的船去使用。好，现在让我们稍微快进一下到我们游戏最后的一个计分阶段。好，现在游戏结束了，好吧，我们直接掏出这个计分纸。第一项计分是钱币数，数一下，每一个币跟每艘船都是1分1个。我有3个币1艘船，11个币3个船，然后你的订单牌上面的分数，70分。然后小鹿更多，它有额外的5分，这个我没有。这是你的是吧？对，这里20了。好，然后就剩下这4片区域，好吧？这4片区域大多数。然后呢，现在把引龙打出来。这个先是鱼区，你有引龙吗？有。啊，鱼区你应该是我的，你多。这里的话是1、2、3、4、5、6、7、8、9，这片水域太多了，不占我了。9、3、7、21，对吧？哎，不对，39、27， 27，然后我是拿13向下聚种除以2，然后是这个水母，你有引龙吗？有。咱俩平吗？我俩平了的情况下，段数我多是吗？我是4、8、12、17，我17段，他是2，我多，6、7、8、9、10、11、12、13、14，我多，好吧，27，然后你13，所以每个区域大多数的 tiebreaker 是的段数，然后右上角这蜗牛区我也有一条引龙，你有吗？我有。咱俩你多是吧？因为这样的话就是1、2、3、4、5、6、7、8、24，对吗？就是咱俩的这个区控的分数完全拉平的，然后但是你的订单跟你的场上的钱跟船是都多于我，这最后总分就不算了，我应该差不多输了10分到15分吧，输了15分，输了10多分吧，还是技不如人，好吧，技不如人。所以这里他这个跨区龙确实弄得我很难受。好，我们简单点评一下，好吧？这个游戏我先说它的这个毋庸置疑的优点，就是这个桌面呈现，这个东西至少能戳中我，能戳中你吗？大家可能在屏幕里面看，因为是倒下来，还不是那个感觉。对，实际立体的话，它那个一节一节就有一种那个龙有一点在水里，有一点在那个水面上的那种感觉，是那种游龙、蛟龙的感觉。是的，会让人有一点想尝试它。是，然后的话呢，这是我玩的第5把游戏，然后我们2人局应该是玩2把，然后剩下的几把都是多人局。我能感觉到，就2人局跟多人局很明显的这个博弈点的不同。2人局里其实有些点就是明确就是你的，或者明确就是我的，因为自己不能贴自己的龙，只能从别人的龙那里延伸出去。所以我就有想说，不要让他就是在我的这个摆完之后能太轻易的拿到好的好处。然后多人局里面的话，因为很多人你也其实无法预测别的玩家能做什么，所以到你的回合你现想。我非常不喜欢4人。我觉得4人局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说你没有办法去控制，对，就是别人就跟别人贴，别人可以拿钱，你的龙就是拿不到钱，或者说轮到你的座次的时候，那些好的位置就是被前面玩家拿走了，你没有任何办法。我们上次玩完多人局的体验就是感觉跟顺次有点关系。第4栋的玩家因为他最晚出发，所以别人已经把这个位置都占好了，所以第4栋的玩家在嫖这一个别人从你这里出发的这1块钱这个方面，他应该是占极大劣势的。对，我上次就非常坐牢，他占极大劣势，也非常坐牢是吧？然后每人动8栋，所以可能会有点坐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游戏是个区域控制嘛，对，但这个区域控制因为有引龙的存在，非常不可控。这个还好，这个就相当于是你还是尽可能去占这个珊瑚嘛，珊瑚的潜在收益是比较大的，就类似于沙丘的密牌，沙丘能接受的话，这游戏应该这一方面应该也是还 OK 的。然后多人局，刚才我就捞一句这多人局的好啊，就是刚才说的这一点，就是不可规划这一部分。但是在多人局里面，如果你放平心态的话，你就会觉得在多人局里面，你的可以给带来的惊喜感是更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亲测游戏，它不是一个那么讲究的游戏。如果你太用力玩的话，你可能更多的是觉得不可控，更多的是失落感。但是你把它当做一个毛线的这样的一个区控游戏去玩的话，你可能觉得，我在这里捞到好处，下一栋，我还能去做游龙，对吧？
尤其是我那把，就是我唯一是我是在场唯一一个玩过这个游戏的人，他们几个人都没有意识到能游龙。那你这虐菜有什么？没有虐菜，反正就是但这游戏确实就是不是那种你应该去说我买一份去收藏的那种游戏，就偶尔拿出来玩一下那种游戏还好。对，因为这些游戏里面钱其实很重要嘛，你刚刚也有那个感觉，对吧？对，私人局里你要是别人就是互相贴就不贴你，你的经济就是天然受限的话，就更难受啊。这是完全你没有办法去改变的。好吧，那这个游戏简单来说的话呢，就是可以玩。我觉得大家如果是在桌游吧遇到这个游戏，然后很简单讲规则大概2分钟到5分钟以内能直接开得起来，然后一局游戏的话，差不多1小时也能完成。然后2人局还有一个刚才体验不好的一点在于，就是到最后期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因为要涉及到这个区控的数你的龙数，以及龙数在相同的情况下，你要去数它的段数，然后你反复的在算，反复的在数，这个过程其实也就稍微有一点煎熬，就是有点。对吧？尤其是刚才最后，就是明显场面上是小鹿领先，然后他还觉得自己要输了，其实他根本不会输，他只是会赢的稍微少一点，他就跟那儿狂算，我就知道我不会赢，但是还在等他跟那儿狂算10分钟，就这种感觉实在是，我觉得游戏二手出掉其实没有问题。那之后想玩的话，我估计在桌游吧应该也能轻易的玩到吧。这个因为它桌面呈现很好看嘛，我觉得让你打个分的话，满分10分你会打几分呢？满分我能打个差不多6.5分吧。我这儿可能就是6分，差不多是这么一个级别，好吧？那这个就是护海游龙这样的一个板块放置加区控游戏，非常感谢大家看到这里。大家如果喜欢猪油怪跟小鹿的视频的话呢，请一定要3连支持我们内容。当然，我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吧，拜拜，拜拜。6分是几颗星水平？我是1颗星水平，1颗半星吧，差不多。我没有1颗半，我只有1颗星。1颗星是吧？行，哭哭。